纽约时间晚上9点，这架波音748改装的私人飞机从肯尼迪机场起飞，前往1万公里外的华夏精灵。经过12个小时的飞行，安家这架飞机在精灵当地时间晚上9点钟平稳降落在精灵国际机场。提前抵达精灵的工作人员安排车队将老两口以及安重秋、李亚林等人接到了万柳山庄。车队抵达万柳山庄已是深夜，此时的万柳山庄格外静谧安逸，而安家的管家则直接将4人带到了位于中央的那栋别墅。10几个小时的舟车劳顿让4人多少都有些疲惫，你是在分配好房间之后便各自回房休息。万柳山庄的别墅单体面积都很大，地上3层加地下1层的结构，使用面积至少达到800-900个平方。因为面积足够大的缘故，每一个房间都被设计成了拥有独立卫生间的套房。老两口住在3楼最大的房间，安重秋则住在他们隔壁，李亚林则暂时住在安重秋的对面。回到房间，李亚林顾不上休息，先给叶晨发去一条信息，告知他自己已经抵达万柳山庄。此时的叶晨正躺在萧初然的身边，等待着李亚林的汇报。身边的萧初然已经睡去，而他收到李亚林的消息时，心中一时间感慨万千。外公外婆的到来并不是真正触动他的关键，真正让他心中久久无法平静的是外公外婆的到来，让他不由自主地又想起当年，想起父母遇害的那一天。从外公外婆的飞机起飞的那一刻起，叶晨满脑子想的全是当年事发时的种种片段。当初父母出事的时候，叶晨还在学校参加上课，那时的天气已是6月中下旬，眼看就快要放暑假。而那天的金陵天气极度闷热，乌云在天上压了大半天，让人格外压抑。一直到了下午，随着一声炸雷，天空突降暴雨。那场雨来势汹汹，仅用了10几分钟的时间，就让整个学校的操场完全被雨水覆盖。叶晨还记得当时雷声轰鸣，雨声凛冽，不少班里的小朋友们甚至吓得瑟瑟发抖。而就在那个时候，教室的门忽然被推开，浑身已经湿透、满脸雨水的唐四海不顾老师的阻拦，直接冲进教室，将座位上的叶晨抱起来便冲出教室。叶晨还记得当时在雨中有10几名一袭黑衣的中年人，他们满面雨水，衣服也因为被雨水淋透而紧紧贴在身上，显得格外狼狈。更让叶晨感到惊奇的是，他们每个人怀里都抱着一个年龄、身材、穿着与自己非常相似的男孩。随后唐四海一声令下，10几人带着10几个孩子迅速在原地四散开来，而自己则被唐四海抱着在雨中飞速狂奔。而后叶晨被送到了他从小长大的那所福利院。临走时，他将父母已经遇害的消息告诉叶晨，还叮嘱叶晨这辈子都不要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。懵懂的叶晨来不及伤心，唐四海便从福利院消失不见。而从那一天起，叶晨在福利院中以孤儿的身份生活了整整10年。10年中的前几年，他过的几乎就是与世隔绝的生活。那时候他们在福利院接受小学教育，福利院从不组织他们外出，没有春游，没有扫墓，没有参观，也没有演出。这些孩子们就每天待在福利院里，除了学习之外，还要跟着福利院的阿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，甚至福利院里的菜地也经常需要他们这些孩子帮忙维护。当时的叶晨一直以为福利院肯定没什么经费，能保证他们可以接受教育，能吃饱饭就已经非常难得了。但一直到他与顾秋怡重新相认，他去问了唐四海，才知道其实这一切都是唐四海早早安排好的。福利院之所以将他们隔绝起来，为的只是保护他一个人。也正是那几年与世隔绝的时间，帮助他避开了所有人的寻找，无论是叶晨的亲人、父母的朋友，还是想要叶晨性命、斩草除根的敌人，都在几年搜寻无果之后，将目标放在了金陵以外的地方。没有任何人能想到，经过了这么多年，
这么多人在金陵绝地3尺的搜寻之后，叶晨竟然还在这个城市。现在时隔20年之后，外公外婆还有大舅再次来到了这里，而叶晨也通过李亚玲以及顾秋怡的描述，知道外公外婆这么多年一直没放弃寻找自己，所以在叶晨的内心深处，他也想与外婆一家相认，起码让2位老人不要再为了自己的生死不明而揪心和自责。但是一想到破清会至今仍旧不愿放过外公外婆一家，他便只能暂时将这个念头压制下去。可外公外婆毕竟已经到了这里，而且看他们的架势，应该是打算在这里常住，自己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都会生活在他们的眼皮底下。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保证不泄露自己的身份，想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不过即便他心中感慨万千，但是他依旧没有改变自己的决定，只能寄希望于近在咫尺的外公外婆找不到什么与自己有关的线索。这一晚，叶晨一夜未眠，但是住在万柳山庄的外公外婆以及大舅与李亚玲却都睡得格外踏实。老爷子安启山已经有很长时间的睡眠障碍了，他至少有10几年的时间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整觉，而且最近几年每天真正能睡着的时间不超过5个小时。他绝大多数情况下的状态就在晚上10点左右躺在床上，辗转反侧到凌晨12点左右才能勉强睡着，但睡眠都保持不了1个小时以上的时间，所以他一定会在1点钟之前醒过来，然后再用1-2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再次入睡。长期的睡眠障碍导致他的精神状态一直不是太好，这也在另一个层面加剧了他阿尔茨海默症的恶化。但是昨天晚上，这持续了至少10几年的问题似乎都在他来到金陵之后迎刃而解。昨晚他洗漱之后便一觉睡到了天亮，中间他没有醒过一次，也没有做过任何的梦，整个晚上似乎都处在难得的深度睡眠状态中。一旁的老伴儿也有同样的感觉。老太太虽然还没有阿尔茨海默症，但毕竟年纪大了，睡眠质量一直很难保障。但是昨晚她也如老爷子一样，一觉睡到早晨7点，而且睡得格外踏实。因为睡得太好，整个人睁开眼睛的第一感觉就是一种说不出的强烈的轻松感。他见老爷子气色也非常好，便下意识地问他：启山，你昨晚休息得怎么样？安启山靠在床头，依旧有些不可置信地喃喃道：我好像很多年没睡得这么踏实了。说罢，他又道：也可能是因为昨天舟车劳顿，过于疲劳，所以才睡得这么香。紧接着他自己又摇了摇头，喃喃道：应该不只是这个原因，或许也跟这里的环境有关系。昨天过来的路上，我大概看了看，好像是在山上，而且还有一片湖泊，风景应该不错，只可惜天色太晚，没看清楚。这么好的环境，人肯定也能轻松不少。老太太一脸赞同地轻轻点了点头，她也有同样的感觉。下一秒，她忽然惊骇不已地看着安启山，脱口问道：启山，你还记得昨天发生的事情？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